备起飞了吗？精准投资，灵活移动，一起迎接飞盘新时代。飞盘争夺赛是飞盘运动中最刺激的一个团体赛事，它结合了篮球、足球以及美式足球的一个概念。它的比赛场地是100×37公尺，上场人员是7个对7个，队伍必须经由平常的训练、默契、技巧以及合作无间，来达到团队最后能够得分的一个目标。我们的组成是因为是县市的关系，所以我们年龄层会比较大，所以我们会用假日的时间来做练习。那平常的话，我们选手会自主训练，训练自己的传盘技巧啊，还有体能。那我们假日的话，训练团队的默契跟一些战术的配合，这样会比较有效率，比较有效果。我们除了平常每周2次的训练时间之外，我们还会另外找有空的时间一起出来传盘，然后训练一些体能的项目。然后训练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找个地方一起吃个饭，然后聊聊天，培养一下彼此的默契。1个礼拜大概有3、4天可以下课玩，然后出来丢盘，然后跑体能，然后这样过去之后，然后持续了几个月，到备赛期的时候，就会觉得跟得上大家的节奏，就比较不会这么累这样。我们都会利用固定的训练时间来培养默契。我队友之间也会互相提醒、互相沟通场上发生的问题，然后在场下呢互相提醒，然后去做沟通，然后再培养默契。飞盘有2种拿盘的方式，一种是正手，正手的话我们会比出一个7，把你的食指跟中指扣在你的盘钩下，把你的大拇指放在你的盘线上面，然后拿到腰部的地方往前送盘出去。那另外一个是反手，反手的话我们会先比出一个5，把你的除了大拇指之外的4只手指头放在你的那个盘钩下面，然后把你的大拇指放在盘线上面，一样是拿在你的腰部的地方，然后把盘送出去就可以了。我们最常见的战术大概有2种，第一种叫 vertical， 也是俗称的 stake， 第二种是 horizontal， 就是俗称的3-4。第一种呢 vertical 主要会场上的选手排在场中央一直线，我们利用左右两边的空间，一个一个接着出来接盘传导。那3-4呢，会主要是前面排3个，后面排4个，主要会用场地前后的空间来进行传接跟攻击。全国飞盘争夺赛锦标赛，让我们一起线上捕捉瞬息万变的飞盘。好，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08分。我们的镜头还是在台中市的多功能草皮运动场，紧接着马上要来进行今天转播的第2场比赛，由新北市对战台北市，双北大战。威力哥，这场比赛有看头？这场比赛一定相当的好看，对，因为新北市是我们以往的传统劲旅，台北市是上届全民运的铜牌，所以这场比赛相信一定会非常精彩。是，尤其是双北地区哦，在各项资源各方面，选手们的熟悉度，平常的这个交流各方面也是比较密集。那今天新北市派出的先发7人是林博瑞、洪俊宇、尤高全、苏博瑞、庄文元，还有郭廷义以及王纯恩。他们穿着的是浅色的白色球衣。选手们在做赛前的暖身，而今天穿着深色黑色球衣出赛的台北市，先发是王佑涵、洪宇柔、林伟浩、胡景宏、林星汉、曾建华以及于以坚。好，这场比赛也是预赛的部分，
是新北市跟台北市预赛的第一场比赛，我相信双方选手应该在昨天有睡得很饱，然后今天可以在第一场比赛有很好的发挥。对，比赛是打60分钟11分制，达到6分会进入中场休息，先抢到11分就会进行比赛结束。我们刚才在前一场的比赛其实看到屏东跟台东其实分数上是有落差，然后也比提前的预想的还要更快结束。对，因为双方的实力有落差，然后屏东县很快的就抢到11分，就在大概40分钟左右就完成了比赛。对。现在这场比赛由新北市先进攻，发盘的是背号17号的洪俊宇，他的斜杠人生也是福斯的超级业务。OK。看起来新北市第一分防守是用区域防守，台北市这边进攻也打得非常快啊。对，有2人配合这样快速的推进。对，台北市的控盘其实是他们一往的就是一个优势。我看他们这样在打，让我有一种产生了在看那个西班牙男足踢球的感觉，那种点对点之间的传球之流畅啊，那种 tiki taka 的感觉。整个阵型的移动保持后场4人的穿梭。台北市这个阵容跟上一届的全民运铜牌的阵容其实落差不大，所以他们的默契在经过2年的配合之下，应该有更增加的情况。现在到 N 总前面的，好，这边跑出一个空档，没有问题。率先首开纪录的是台北市背号的73号于以真。对，义珍他也是台湾师大的博士班毕业生，对，那目前在东海当做助理教授，是，所以现在还是可以在场上奔跑，所以飞盘是没有年纪的限制啊。对，尤其是飞盘又是这个男女混合，然后再加上他有比起足球、篮球更少，基本上是这个身体接触降到很低，所以运动伤害也是相对缓和很多，很适合这个各个年龄层的人士来进行。对，没错。我们看到现在戴墨镜，背号89号是台北市这次的队长赖燕红。那台北市也有一个兄妹档，23号的曾建华，以及曾方珍85号，他们是我们台北市的兄妹档。2位也都是一起玩飞盘长大，然后现在一起代表台北市代表队。现在戴黄色帽子就是曾方珍。好，方珍开盘。他个子小小的，可是利用那个回旋力把盘丢送得蛮远的。对，我们的开盘有些人会是用转身开盘，会让我们的距离可以更远。好，这边看看前点有没有机会。好，在争夺中机会被破坏掉。对，超杰也是于义珍。所以我们看到飞盘场上，选手的个子当然如果越来越高，当然有优势。但是其实如果你的个子没有那么的高大，在场上的敏捷度够的话，在场上也是有一些优势产生。是。我们说身材高的选手在制空权方面是有优势，不过如果个子小，你可以用灵活跑位的刁钻去做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这边被拦截了。对，这是一个算传盘的失误。是。那新北是要掌握这次的进攻，因为刚刚他们进攻的时候并没有很好的传盘状况。好，这边往后丢。哇！已经在界外了。对，这一片如果新北市接到，应该也是界外了。对。
可是我们还会建议选手在场上的时候，不要自己去判断界内或界外，先把飞盘接拿下来再说。对，没错没错。好，刚好前点的于真，我刚好看他想要，可能队友没有发现他。双方这分都发生了2次的失误。可能是第一场比赛，大家都比较的紧张一些，而且就像威力哥说的，势均力敌啦，攻防两端的水准是在同一个线上，所以就会没有那么容易。好，这边是新北市的控盘，看一下。场上出现了 pick call， 我们看到黄色的观察员把双手举在两旁，代表说有一个阻挡状况。在篮球场上，我们常常看到会有些挡人的一些战术，对 pick and roll， 对，但是在飞盘场是不允许的。只要防守方被进攻方造成了一个 pick， 那比赛就会停下来，重新回到原点。是。哎呦哎呦，变成他断电嘛？看一下观察员，确定得分。好，那这样子双北他们现在就是形成1-1。再看一下刚才这边杀了一个出其不意哈，有接到的时候是在 end zone 里面没有问题。对，刚刚陈慧君先做一个 forehand 正手的一个 fake 假动作，再有个 scuba 颠倒盘传给了背号13号的徐杰成。这边有孔，这里也有一孔，这个可以插那一边用。那我这一场。现在是你压一下。每一次得分之后，双方都有75秒时间进行下一回合的整合。那75秒的话，防守方就必须要开出飞盘。应该是这个。如果连你摄影机也是这样，那就是摄影机本身的问题。好，在画面中3号是新北市队长林博瑞。那我们防守的时候呢？拿着飞盘的人在进行开盘的时候，会先指引我们的其他队友，你要守的人是谁？因为毕竟飞盘场比较大，那要往前对到该防守的选手。当开盘出来之后，才会进行做比较好的防守。曾经也有发生过，就是我跟隔壁的队友没有交代好，对，守到同一个人之后，他们对手就有一个人就直接对空档的状况。台北市的选手，现在控盘的王玉涵、23号曾建华，他们都是来自新民国中毕业的学生。那新民国中在台北市算是我们的飞盘的发光之基啊，所以他们的选手的基本动作都很好。哇，这片很可惜。对，对方已经在得分门前了。来看一下新北市这边怎么把握这个机会，两个人在空中争夺。好，球权还是在新北手上，这边打了一个空档，有得分的是背号2号的张文元。这一片看起来台北市的后面应该有漏掉的情况，交代不清。不然我们在比赛场上不太会看到，就是会有选手这么大的空档的机会。没错，可能就是刚才那个空中争抢之后，可能有些还在判断是要怎么样上，然后刚好新北就找到机会了。对，也有可能还没有回防到该有的选手状况。啊，不过就是打一个出其不意。那刚才有文轩哦，这边拿下了第2分。好，新北市的破开出，盘旋在台北这边，
人员做推进，找不到位置，要回来接应一下，做这个前后来回传的纵深的跑位。好，哎呀，这里送的前置量太多了，队友没有办法接到。不过是一个好的尝试。刚刚那一片送的是比较平的飞盘，对。那队友其实觉得可能速度有点太快了，我们建议如果打个稍微的弯盘进来的话，让飞盘稍微飘一下，或许队友会比较好接。不过刚才空间感都拉开了哈，是一个还蛮成功的战术。对，是个 good call。好，这里很多人要抢这个点，好，直接把它破坏掉，很有经验呢。这种飞盘50-50的，对进攻方而言是比较吃亏的，因为进攻方必须要完整的接下，对。而防守方只要破坏就好。对。林伟浩。哦，好漂亮！曾建华找到了队友13号的林伟浩，打得很有耐性哦。对，我们看到这个重播画面，建华第一时间用一个反手的平盘，找到伟浩。对，他们每个人在移动的位置都很清楚自己的队友可能会在哪一个点出现，所以他刚刚感觉就是直接是平常默契式的就出盘，他也不需要再观察，对，他可以很快的做出他的判断。对，我们在场上的话都会有一个叫做防守的策略，就是因为在飞盘的话，你没有办法100%把它守死，所以我们会用队友的默契。守持盘者那一位的话，我们会守50%，就是比如说让他只传正手或只传反手，那后面的防守者就是协助把他的进攻方的动线所挡死，这样子。我们看一下这个背号8号的张恩璇的开盘，他都是非常有破坏性的，可以来欣赏一下。好，哦，他有戴手套哦。哇，开得好高啊！镜头都已经快差点带不到了。因为我们会希望的是选手开盘之后，盘落地的时候，防守方就已经到了。我们常说的叫盘到人到。是。不过因为刚刚那个盘太高了，大家尤其是太阳那么大，大家得在等它落地之后才观察到位置。哇！好，走新角，哇，这个先落地了。对，这个反手的失误。失误，没错。哦，不过这边有做出一个示意。场上应该是扣了一个 foul call， 就是背号10号洪俊宇认为他出盘的时候，张恩璇有把他做个犯规。好，我们观察员也稍微介入一下。对，观察员介入之后，把双手摆在就是打个叉叉，代表是他认知的是犯规。好，透过回放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边他认为是这个。对，出盘的时候他的手有被干扰到。哎，这个跑位跟传盘都到位了，只是速度快了一些。没错，就是跟刚刚一样，前置量抓的太多了。好，就透过这样不断的尝试，再做更精细的修正吧。好，盘旋又回到台北市这边。哦，双方是一分一分咬哦。我们可以听到场边的队友也是不断的帮忙在喊声哦，没错，对，因为场上很大，透过旁边的观察可以提醒一下场上的队友。哦，好，得分的是33号朱浩庭，好，来自清华大学。利用纵深哦，台北刚刚在这个右边路不断的
前推之后，朱浩廷找到了这个机会。我们这次报名的选手可以报到26位。26位。对，因为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底下哦，这如果选手人数不够的话，就会真的非常辛苦。我们飞盘场上有几个时间点可以换人，第一个是只要有一队得分，场上的选手都可以做更换；第二个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重新开始可以进行更换，以及如果场上有选手受伤，那也可以更换。例如 A 队有人受伤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更换一个选手，也可以示意 B 队你们要不要换一个。B 队是有权利也更换一个的，更换避免说只有你受伤换掉之后，我这边的选手都还是维持一样的。但我们也遇过，就是一分打了10分钟，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热。可是没办法，就是你必须要把那分打完，才有机会去更换。好，上前做压迫。好，这边还有机会吗？看起来也不错。OK， 没有问题。新北这边15号于汉宗，看一下他们这一波的战术，由下往上送。而且飞盘的速度算是够快，所以让后方的防守员哦不会追得太靠近。对，汉中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选手，刚刚他所对位到的是第一次入选台北市代表队的文旭。对，那经验上面可能稍显不足一些，然后汉中掌握这个机会，然后拿下第3分。我们看到飞盘场地上面，除了场地线以外，还有一个3公尺的虚线，这是目前选手所站的位置。这个是我们避免影响到场上的一个比赛状况，安排的就是选手只能在3公尺之外，包含了选手以及教练，避免就是说场地的时候飞盘在线边会影响到场上选手。王纯恩的开盘，这开盘是非常漂亮哈，比很多的男子选手都开的还要再远一些。对，而且很稳定。好，这个战术我们刚才也看到，看看这次新北怎么做应对。哦，有点惊险，但没问题。这2盘传的比较踉跄一些，但是都还是把进攻权把握在手上。我们从墙边打到弱边，对，来这边有机会了，漂亮，墙弱边的转移哈。由7号的王玉涵传给48号江景婷，非常漂亮。刚刚在把注意力从右边路，然后拉回到弱边的左路，然后景婷的跑位也是非常的到位。他大概看到队友在做传中的转移之后，他就已经准备要往内线去往左边路去切了。对，我们都会。刚刚这个看起来新北市是让台北市只能往右路去做进攻的防守，可是在一个倒传之后回到场中间。左路的空间就出来了，没错。那景婷在玉涵还没快接到飞盘的时候就进行跑位，这样是最好的一个进攻机会。是，因为很多时候选手都会等到队友接到飞盘才启动，这有点太慢了一些。没错，没错。平常他们一定也模拟出了很多个战术体系，差不多在什么情况下要怎么跑，选手们也都是心里都会有一定的默契。好，我们来看恩璇开盘。可能摄影机要再跟一下了。哈哈，刚才一样，他都喜欢开这种超高盘。我们的 camera 上直接放弃抵抗，不往上攀了，太阳太刺眼了，等它掉下来就好。
连续的推进，很快就来到了进攻得分的区域了。看一下，很多白衣人开始在里面穿梭埋伏，等待一个得分的机会。OK， 好，多次的转移。这一片其实跟上一片台北市得分有点类似，对，有些类似，没错。又是庾澄杰，好，他今天已经梅开2度了。好，果然是一场跟我们赛前预判的差不多，非常接近的这个双北大战。对，目前4比4哈，20分钟过去了。谁先抢到第6分就会进入中场或30分钟，但是目前看起来对台北市相对比较吃亏，是因为他们上半场先进攻，如果平手进入到下半场，新北市先进攻，有可能先拿下第1分的话就会领先。当然，这场比赛也是为了10月底的全民运动会进行的赛前模拟赛的概念。那各队都有不同的一些战术所讨论，或者是想把自己练习的东西来做测试。没错，这场赛事也算是全运会的一个前哨战了。好，这边做出区域联防了。台北市放上4个控盘，义珍、景彤、建华跟玉涵哦，这4位都是相对稳定的控盘选手。哇，快速的2人小组对传配合哈。前后左右不断的转移，不知不觉中就推进到了这个威胁区。打得很有耐性，也非常成功。尾号回传给建华之后，再一个接盘哦，这一片真的是打非常耐性。其实对于台北市的进攻，如果用区域联防，有的时候其实比较受不到一些效果。如果我们对到对手的控盘人数是比较少的，那或许用区域的方式会比较理想。所以我们刚刚一看到新北一摆出区域联防后，台北也马上把他们的后排啊控盘的这些人数啊也增加了。对，那控盘者多，转移的速度也快。就变成说新北区联防没有办法取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台北他们也一定也做好准备，说如果对方做1对1，或者说区域，我们马上做哪些变形上阵型上面的转换。刚刚双方示意了，是这片是4个女生3个男生的进攻分哦。距离中场还有大概7分钟的时间。这个开盘也是非常漂亮，开到将近底线的位置，对，这样子也会造成把对方的这个进攻空间压缩到最极致。对，这个传盘失误了，前点只有1人。好，飞盘出界的时候就会看起来场上有些争议。好，送回到刚才的位置，看一下选手们他们讨论的结果。防守者有承认犯规，所以秒数归零，重新开始。好，那就回到前一洞。OK， 好，可以看到
陈杰把这个节奏稍微缓慢，让后方的队友跟上来，他们再来做下移动。因为持盘10秒，绰绰有余了。看到新北市喊出暂停。好，双方确认暂停的时候，读到1秒钟，然后有个击掌确认。那我们暂停的时间，双方都会进行一些攻守上的沟通。确实这一片对新北市也蛮重要的，因为上半场即将结束了，这一片如果拿下来，可以先追平，这是蛮聪明的一个暂停的选择。好，球员们都上来做一下讨论，看一下眼下的这个局要怎么来解。这次比赛的单行规则暂停，每个半场各有1次，时间是75秒钟的时间。其实75秒能够讨论的，坦白讲还是有限，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就是暂停后的一些安排，我们所谓的 AOT。对。现在在得分线前面的话，就要看到台北市应该会一样采取人盯人的防守，然后新北市可能会做一些2个到3个的小组搭配，想办法拿下这1分。因为距离得分线前面很近的时候，如果你就造成有7个同时在进攻，那其实会更乱一些。好，这边75秒钟很快就过完了，战术部署的下达也完毕，就看这个暂停两边的这个安排啊是哪里略高一筹，因为台北市只要再拿下1分，比赛就会进入到中场休息了。那飞盘比赛暂停后啊，有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进攻方会先站好位置，确定之后呢，你都不能再动了，防守方才去跟上，对，所以有的时候防守方都会在暂停的时候会先讨论，但是可能跟实际上的执行又不太一样，因为进攻方可能站的位置，他们有其他的安排。没错。这个环节就很有美式足球的感觉。所以目前整支新北市的队伍有点类似在 ISO 的情况，有3个进攻方站在底线，这3个应该就是不会再移动了，会以前面4位选手进行进攻。场地左侧的博瑞是个假动作，哎呦，这个防守台北市没有交代好哦。对。那这1分追平之后，时间还有2分半进入中场，所以应该就是中场前的最后1分。这边做了一个假动作，假装重心要往左之后，立刻往右跑。9号的谢彩文拿下了新北这关键的1分啊！看来刚刚的战术部署是有效果的。站在外面的那个都是虚设，原来对真正要发动进攻的就藏在这个右边的位置。那这1分接下来应该对台北市是比较重大的1分哦，因为他们上半场先进攻，所以这1分如果拿下的话，就是6比5进入中场。但是如果被新北市拿下，下半场新北市先进攻，就有可能拉到2分差。就没有观察到飞盘运动，其实近年不止在台湾，包含在对岸中国大陆也是蛮蓬勃的发展。对，现在他们好像把飞盘跟这种年轻人的文化跟潮流结合在一起，有非常多的这种也是城市的俱乐部。对，其实，在亚洲这边的话，大概就是日本是最领头羊，然后还有了像台湾、中国大陆、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还有菲律宾。这个国家都是在亚洲这边算是飞盘发展的蛮兴盛的。是。那威力哥以往在做一些飞盘的交流啊，观察到这个，好，我们现在看这1分没有问题。73号于一真拿下第1分跟拿下第6分的都是他，那他也是代表台北市在111年全民运动会啊这个铜牌的团队之一。
那个人也是2024年的 Trio Invitational Tournament 的第1名哦。同样也是亚锦赛中华代表队的成员。我们再看一下，这里他已经台北市的一些 highlight 哈，空间感都打得不错。对，这场比赛看起来比上一场比赛打得更流畅一些。对，没错，而且双方的攻防体系都更明确。除了在总分的第3分那一分，大家的各两片失误以外，大部分的非受迫失误是相对比较少的。没错，那选手的成熟度也是比较高一些。好，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这场势均力敌的双北大战，在中场休息后马上回来。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好，刚才这场双北大战的前半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跟新北市打的是非常的势均力敌。那包含两边在攻防的交代啊，以及各种战术上的细节，都蛮有自己的系统跟体系的。所以他们要总结刚才的经验，然后再看下半场会做哪一些布阵上的变化，打和对手出其不意。下半场可能就要观察一下双方选手的体能状况，因为经过了30分钟的激战之后，下半场体能以及非受迫性失误，谁可以比较降低自己的失误，应该获胜的那一方就是那支队伍了。对。刚才也有跟威力哥请教，就其实，在亚洲，包含我们台湾啊，还有邻近的日本、韩国、对岸中国大陆、菲律宾等等啊，其实现在的飞盘运动也是文化也是还在蓬勃的发展中。是，对。如果说在观众朋友有想要参与飞盘活动的话，可以上各县市的飞盘委员会，或者是中华民国飞盘协会来了解一下你的当地的县市哪边有飞盘活动，都可以一起参与。那飞盘的部分，除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争夺赛，对，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多的项目。对，像个人赛的话，以往都被问到你玩飞盘是跟狗玩的吗？哦，飞盘狗是大家比较认识的这样子，确实各地也都有很多的飞盘狗的协会这样子。那还有叫做飞盘高尔夫，对，就把飞盘当作高尔夫球在玩，是对，所以其实飞盘它有多样性的，不一定只有你是年轻人跑得动才能玩，你还有很多的一些，如果你是比较年轻的，比如说国小、国中生，或是你是上了年纪的长辈，都可以一起参与我们飞盘活动。没错。哇哦，这一次是见高又见远哦。
这一片飞盘直接出了底线的话，刚刚看到选手背号1号的博瑞，高泉不好意思，高泉他举手了，代表说回到了出界发盘点那个 break mark 叉叉的位置。那如果是在界内落地才滚出去的话，飞盘就会拿到得分线上，然后进行进攻。是，所以开盘不是开得越远越好。没错，他刚才开大概已经出界，我看大概2公尺左右的距离。是，好，往前跑 ，OK， 这边打对方一个渗透，措手不及。下半场一回来，由新北市的队长林博瑞率先开张。的一个反手的假动作，在一个正手的长传，没有问题哈，速度各方面路径都 OK。因为争夺区的部分有64公尺，对我们的争夺区，所以在比赛场上，如果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选手，其实优势，不像100米的时候你可以有那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大概一个转折，可能就算你速度比较快，可是你可能被队友一晃开，大概就没有什么机会了。这次比赛，我们中华民国飞盘协会也非常用心哦，准备了这种亮点选手的图卡，让观众朋友更好的认识。那包含刚才得分的林博瑞呢，他就是在新北市3位亮点选手之一，他也是2023年亚锦赛中华代表队男子组的成员。我们看到刚刚博瑞虽然得分之后，在场下还是跟其他队友在讨论，就是刚刚这一分的好的地方在哪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持续的下去？是，没错。沟通很重要，尤其这种团队运动。好，红巨的开盘，就开得非常漂亮，对，开在边边角角。现在台北市打了一个是3-4的战术哈，控盘3位，另外4位平行在前面的跑锋。上场比赛我们看到比较长的是 stack， 就是站成一直线的一个战术，清空两边的空间。那3-4的话会清空前后的空间。我们听到场边的新北市选手，他只要不给他往后哈，因为台北市长传是有威胁性的，所以我们宁可让他回来接飞盘，也不要往后一片就可以有机会得分。确实，比起前一场比赛台东县跟屏东县的，哇，这场比赛这个场边的声音明显大很多了。是，常常出现个 pick call， 这是一个阻挡的一个违例。那双方确认一下刚刚阻挡的位置之后，防守方确认没问题，就会拍盘继续开始。拍盘，好，比赛继续。转移到场的左侧，对，再回到中间。我们常说飞盘不要在同一侧打太久，让空间感用的。没错，因为人都全都堆积在那边了，所以要透过不断的纵深平移，这样去把对方的防线撕开。有了，这里台北市打了一个转移之后，找到了前方空档的机会，由11号的洪雨柔拿下分数。台北市的女生也算是他们队伍上的优势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男女混合组的时候，女生优势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北市的女生其实个个都是兵强马壮。没错，北市的娘子军很厉害。对，所以刚才从7号的王玉涵传给11号的洪雨柔，是，这是北市常发的战术。对，特别他们的那个里面正中，我们刚刚威力哥非常肯定的一名选手。义珍是对，更是里面的这个大杀器。对，他是在场上会很多一些精彩画面的选手。那我们也期待这2天的转播都可以看到一些不错的画面，相信会有的。我们看到画面上3位的选手都是来自于新民国中毕业的，这个诗涵也是一个开盘非常了不起的选手，目前是高中生，就可以在我们社会组上跟其他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做较量。是，新民也是在推广飞盘运动跟培育人才
非常资深的一所学校。对，也要感谢那个林一奇教练。是对，奇教练其实在基层的飞盘其实造成蛮多选手的哇，这里喷掉了，没有接好。好，来看这一片有没有机会台北市拉到2分差，这样对他们下半场的胜利会比较接近一些。对，这场比赛也是，如果时间终了领先2分以上的话，比赛就会结束。好，试一下对手，哇，真是滑了一下，问题不大。这里啊，没有办法追到这一盘，这样双方各发生了一次在传递上的失误哈。这样又换成了新北市的推进了。哎呦哎呦，哇！双方连续的状况出现，这时候就考验选手的沉着。我们说要稳下来。可能到了下半场经过40分钟的太阳曝晒，对，体力也有一点下降一些，没错，那专注力就会做一些流失。好，示意队友往前推哈。后次还是打一个3人的3角战术，互相的把飞盘的进攻权转移。哇，这个送盘送的没有那么好，刚才送出去就在抖了。对，看起来应该是秒数快到了，然后急着出手，对，然后导致一个传盘的失误。因为我们每个进攻方会有10秒钟进攻权。那如果到了第8秒、第9秒，其实拿盘的都会比较紧张。没错，而且刚刚那个出盘的品质比较差。好，来看一下这边打一个渗透，不过有想刚才如法炮制啊，由这个9号绑着红色头带的彩文来做一个前点的偷袭，不过这一次盘的速度前击量抓的比较大，他追不上。诗涵在示意场边教练是不是需要一个暂停哦？因为这已经乱，而且比较乱了一些了。对，这几波的进攻其实双方都是比较乱的。好，没有错哈，他们扣了一个 time out， 台北市暂停75秒钟时间，然后赶快组织一下，因为毕竟台北市目前场上选手都是比较资浅的选手，也是利用这一次全国飞盘赛争夺锦标赛的这个机会，让他们的磨合能够更进一步。所以其实我相信在场上的一些犯错跟一些状况，教练也是希望看到，因为有错他们才有改进的空间，为之后的全运会来做更充足的准备。对，如果以终为始，为了全运的好成绩的话，现在犯错都还来得及。没错。那当然，每一支队伍的教练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教练是希望以赛代训，我们这场比赛就算输了也没有关系。是，但有些教练是属于我每一场比赛都要赢。哇，这样压力好大。这样对选手压力其实蛮大的。这样是，连友谊赛都想要赢，这样子都有。对，所以每一个教练的想法不太一样。那如何达到最后的全民运的最好成绩，那就是看各位教练的功力。今天在公开混合组预赛部分呢，我们的 A 组有台中市、台南市跟新竹市 ，B 组有桃园市、台东县、屏东县跟云林县，以及 C 组就是您现在看到的新北双北、新北跟台北的双北大战。另外呢，再配上高雄市跟苗栗县。好，75秒钟时间结束了，比赛继续开始这样子。那上下半场各队都有一次的暂停。上半场新北市有喊过，那下半场的时候，台北市目前喊出了第一次。这个运动比赛其实很团结，在暂停的时候，场边的选手都会帮忙拿水到场上，对，让场上的选手赶快补充一些水分。要必须的，对。
在如此曝晒的天气下，真的要保持体力也是一门学问。对，现在看到新北市都还在沟通，因为台北市是进攻方，他们必须站稳之后，新北市再上再去做 follow 的动作。以目前的站位看起来，有可能会以48号的景婷为第一个出发点。好，拍盘。没错，他往后走，找到了队友。哇，路线被封死哦！哇，这里被截掉。好，新北关键的抄截，拿下了这一分。哇，漂亮哦！建功的是背号15号的徐汉忠。这个抄截非常的关键，比对方抢先一步。当然，他的这个身材体型也是比刚才对位的选手大1号，手长的优势。汉中帮了那个光启上了一课。他这次2次都是看到对手可能的经验没有那么充足，然后拿下2分这样子。对。我们说选手其实在场上解读比赛的能力很重要，所以他一定势必有观察到目前在场上对方这7人啊，哪一个是比较好去突破的点呢？我们就专打那一点。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刺激哦，7比7，咬得非常紧。好，纯恩的开牌依旧是蛮稳定的。我们刚才看到台北市接这个开盘接的相对比较惊险一些。如果接开盘的时候接了掉了，对，那就是攻守交换了。哇，对，所以我们直接白送一个。对，有的时候飞盘过来没有那么好接，我们教练都会建议选手就让他落地，对，那再开始进攻比较好。现在新北市又采取了一个区域防守，来压缩台北市的进攻的节奏。哎呦，这里是接盘的品质没有做好，看新北市可不可以掌握一下这一分。对。好，已经来到 N zone的门口了。OK， 没问题。背号12号的汪纯恩，刚才一直担任我们的开盘手，现在他也来扮演得分手的角色了。造型也是非常有型哈，戴了个渔夫帽。我们看到刚才的timeout回来，新北市在整个整体上，包含刚才汉中那个很关键士气提振的抄截，有让他们这2分扳回一城的感觉。对，看起来台北市目前放上的选手都是相对比较资深的，也希望在这落后的这1分可以在这1分可以赶快止血换回来哈。确实，刚才换到比较年纪轻的选手上去，也是学习经验呐。不过学习经验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可是这个经验我认为是好的。当然，当然，因为他们平常的练习可能在队内上面的强度并不会那么的竞争。没错。但是到了这种就是大型的比赛，其实也需要让那些选手有一些磨练的机会。好，这个开盘是很漂亮，又平又稳，哇，有点惊险，非常低了。不过没问题，杀手是还是很可以稳定的把它接住。好，这里已经被逼近到边界了，赶快往中路送。台北市最稳的控盘就是23号曾建华，他在后场去掌握一下整个盘的节奏。好，又回到建华的身上。
哇，这边做一个长传，两人在争夺，哇，漂亮！好，背号13号的林伟浩来个道歉飞盘哈，刚刚那个接盘的失误，现在用得分来帮助队友哈顺利拿下这1分。没错。而且其实刚才观察他在下路，他一拿到盘呢，对方的这个防守球员啊，防守盘员马上就上来，然后对他也是施加压迫。其实他持盘的那个环境并不是太舒服，所以他马上就送回去，感觉他也是想有发挥，然后终于逮到这个机会，哇，漂亮！这样子偷偷摸摸的来到前点，然后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啊，把这个空战给抓下来。刚刚那一片也是由透过曾建华一个非常漂亮的长传，对，不管是再长一点或再短一点，其实都不是那么理想，刚好传到恰到好处，没错。而且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在刚才那个前点争抢的2名选手，他们的身材条件其实都是还蛮好的，是，对。所以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那可能就会有落差。不过刚才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林伟浩还是把那个空中分给抓下来，哇，这就出界了。好，开盘出界一样是回到了出界发盘点。近一点，好，我们再沟通哈。因为如果我们整个队伍的阵线拉得比较长的话，那从进攻方往得分区跑的空间就变得比较短了一些。那我们飞盘是需要空间的一个运动哦，所以我们是希望距离可以近一点的话，后面的空间都会比较大，往后突袭的机会就有。我们又看到一个长传，这边想再一次，不过位置送的不是那么理想。刚刚那片如果往场地的右边去送的话，可能朱浩廷就没有抄截的机会。哇，这个传盘，哇哦，有点太急躁了。哇，还要稳一下，这边这两边快速的快中出乱了。有点像刚才上半场的尾声。我们都说场上你掌握盘权，掌握全世界啊。因为对手不能抢你的飞盘呢。这里现在双方有点所以确认没问题，得分。对，应该是确认他刚接盘的位置有没有在 end zone 里面。好，最后这样是没有问题的。飞盘场上的线就等同于界外，没有算硬的状况，所以刚刚确认一下。落地的时候是在线内，没有在线上。如果线上，大家再重新再进攻一片。如果踩到边线，都是界外的这样子。9比8，最后7分20秒。我们看到画面上，台北市身穿红色衣服，背号86号的施相安，这次没有办法上场有报名，但是因为受伤的关系，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在这次比赛能够顺利出赛。刚刚跟他访问的时候，他也说，为了全命运的比赛，他必须要忍耐，不然他也是台北市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跑锋。对。像威力哥说，台北市的在女子选手部分的战力组成其实是很强的。对，翔安也是这个亮点选手之一哦。是，她也是2023年亚锦赛女子组的第3名。我刚刚义珍的一个协防很漂亮哦，就是顺利让他们的进攻是有断点的。那双方现在场上看起来是在沟通一个Stoko 就是10秒钟时间到的情况。我刚才看到背号16号的嘉玲哈，他刚刚拍了一下头，拍头的意思就是代表时间到的意思这样子。好，他现在举起8，双方确认好。那我们现在回到8秒，拍盘之后会从第9秒开始做计算。
那7号熊可能要赶快做长传，不然可能又时间会到了。哎，这边发生了失误了，果然还是节奏跟这个心情上有受到一些影响。对传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好，一个横向的转移。对，这边新北市兵临城下了，有没有这分？没问题。潇洒的单手抓盘得分。背号20号胡景宏，胡景宏在这边建功了关键啊！当然，这个送盘也是很漂亮。这里一个人跳起来，左手抓盘潇洒。哦，7比8之后，台北市连拿3分哦，目前10比8的领先。但是新北市还有机会，因为只要在时间终了前追到只有1分差，是拿下第9分，其实就会抢11。嗯。好，那就相对的，也就看台北市能不能把握住这个听牌的1分了哈，避免被对方追上来又延长战局。台北市这一盘的放上的防守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可能是想让他们进行做防守分，然后如果真的被得分之后，其实资深的选手去打进攻分，可能拿下这场比赛。这也是一个在调度上面教练常做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算是王牌选手都每一分上去，这个太累了。太累了，进攻组也是你，防守组也是你。对，所以有效的做一些体力的调节是非常必要的。刚刚场边有鸣笛啊，最后的5分钟左右。好，在右边路稍微拉到一下，因为对方的防守密集网非常的密哦，必须要求队友稍微后撤一下，把空间感拉开。这里有一点危险，这边在做渗透。好，哎，这边好还不行，还要再移动才有得分。好，很有耐性哈。好，一个颠倒盘的 Hammer 找到了纯恩对。我们刚刚看 Handler， 他其实一只脚已经跨进去了，对。这个时候心态上一定是很急的，但是他们没有乱，还是耐心的等到对手跑到具有威胁性的位置，稳稳的把这分拿下。哇，这分对于新北很重要哦。看到台北市又换上了他们主要的进攻的阵容，这一分只要拿下来，比赛就结束了。预赛小组赛打完之后会以积分的状况看谁进入复赛。是。那复赛的话，我们都会希望在第一场遇到的是其他组别可能实力相对没有那么坚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拿下的话，就会是分组前1或前2的状况。不过因为我们在场第1比赛之余，在场第2跟场第3啊，也同时有其他队伍的比赛。所以我们待会再透过大会给我们的记录来跟观众朋友报告各个组别的队伍他们的几胜几负的状况。好，台北市都打了一个3-4的战术哦。哎呦，这里尝试捞，对，想尝试捞一下。哦，这边想做一个鱼跃龙门的超节哦。啊，这盘的防守强度有提升啊，毕竟在关键时刻了。好，一个低手的传，一针找机会，假动作，哇！尾号找到景宏。好，提示一下
比赛时间已经来到最后的读秒阶段了，就是考验选手的心理压力哦。有了没有？没有问题。又是于一真哦。对，于一真扮演今天的 Key Man。好，拿下了台北市的第11分，哇！最后这一轮进攻真的是蛮惊心动魄的。对，因为到了最后1分，大家都新北市一定想要守下来，打到最后1分啊。对，而台北市的进攻确实相当的稳定。没错，而且是在这个时间跟分数上的双重压力之下，于一真作为这个队伍中非常定海神针人物般的存在，还是稳稳的发挥了他的价值。哎呦哎呦，刚才的回放也是蛮惊险的。好，那这样我们恭喜这场双北大战，最后拿下胜利的是台北市。那观众朋友，在短暂的休息后，我们稍后回来再带您看第3场比赛，由台南市对上新竹市，是破 A 组的小组赛。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Get on board. We're soaring on top of the world. Dangerous times, don't fly too high. Be sure to keep the ground in sight.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